OK， 今天就是要来制作自己的手工定制的表带。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就到忠孝复兴站的1号出口，然后一直往下面走，一直走到看到这个石碑店，然后向右转，转进来这边，然后只是走下去大概3-5分钟左右，就会在你的右手边。然后走到这边就会看到在这个角落，应该是开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自己手工定制一个自己选择的表带，然后这边所有的表带的材质你都可以自己选择，就算他们现场没有给 Apple Watch 的，然后你还可以跟他们定制。手工定制的话，时间是7天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开始，让你看看整个定制的过程。OK， 定制的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选择你属意的材质、颜色还有设计。现场可以选择的设计就有好几十种，如果再搭配不同的表扣组合起来，会有上百种。今天的影片我会专注在2款我最后选择的设计款式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定制的过程啊，还有材质介绍，最后还有我使用1-2个月下来的感想。这个系列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都是师傅手工刷旧的，所以它每一条表带配下来的话，它刷旧的地方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配金色起来也是很好看，玫瑰金的。对，我们也有玫瑰金的连接器，然后配玫瑰金的扣子。哇，所以任何材质的表带颜色，他们可以自己再选那个扣环。对，扣子跟连接器都可以选。那这个材质上，它其实它是2种不同材质。它布面的话，这2种其实都是用那种以前军用的那种胡椒盐带，跟军人用的那个弹药带。所以这个完全都是真的旧的东西，把它对，就是包括皮革的部分跟布的部分，都是真的以前在2战的时候用的东西的材质。对，哇，好这边。而且我们因为有客人可能他会有一点忌讳，所以我们包括这种弹药带啊跟胡椒盐带的选择，我们都是有特别去找当时特别是瑞士这个比较中立国一点的国家，对，我们是有人可能比较迷信或者是什么，可能对会去担心，可能怕就是说可能是军人在战场上有用过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去找一下。好，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来选择连接器还有表扣的款式。这边大致上都是遵照你苹果手表的颜色和款式来做搭配，但如果你硬要做一些比较跳色的方式来搭配，也是可以做到啦。可是这样应该不太好看。银色可能就搭银的，然后银的话就是有这种的，这种颜色可以选，然后它是亮面的，也可以刷成这种拉丝的，对，雾面。好，那再来的部分就是手腕尺寸丈量，还有资料填写。手腕丈量的方式，如果你要自己在家里先量好的话，那它就是量你整只手腕，然后测量你最常戴手表的一个部位。再来你可以选择在你的表带之间加入奈米银的布，那这个奈米银的布基本上就是可以抗菌防臭，所以在夏天可能怕你比较常流汗的话，手表上可能会有异味。多了这块布就能比较不要去担心这个问题，可是这毕竟还是一个真皮的表带，所以一般在使用上还是要比较小心的去照顾它一点。它就比较抗菌。OK， 对，然后像你一般日常戴的话，就比较不太会臭。所以在台湾真的蛮需要的。对，台湾的夏天很潮湿又很热，哇，这个不错。OK， 好，那可以加的话，好啊，我帮你加一个。刚刚就去完成整个定做的过程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做相机起家的，然后刚刚跟那边的人聊一下，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做表带先起家的，开始专门做沛纳海啊那种蛮高级手表的表带。老板也有玩相机，所以后来就接着去做一些高端的相机包给徕卡，针对蛮高端的课程，所以他们的品质就真的非常好。我到时候回来7天的时候回来领表带的时候再来开箱给你们看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先来开箱吧。这边讲到皮革保养的方式，
里面有送一个2战潜艇造型的钥匙圈，然后侧边的部分还可以用来当成开关器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小布袋，放的当然就是你的表带咯。然后这次我在传奇制造者我做了2个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在胡椒盐的表带我做了1个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打开来一看吧。左右两边都是传奇制造者，然后不一样的深浅度，然后左边这个我已经稍微带了一下，所以可以看到有一点痕迹。我选2款不一样的色调，就希望看到它养色之后会看到什么不一样的色调。因为2款都是手工染色的，所以你可以大概看得出来，其实它染就的方式啊，上色的方式多少还是有一点差别，所以每一支都会是独一无二的。在表扣的部分，我也选了2个不同材质，一个有刷雾，一个没有刷雾。那基本上就是希望将来可以搭配不一样的手表。好，再我们来看看胡椒盐这一款，我还蛮期待打开来看到，因为它有别于其实我们一般所习惯看到的设计款式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它用的又是真正的古董的皮革，还有古董的布料。我先前也是蛮爱玩古董相机，所以对古物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吧。我会实际使用这3款大约1-2个月，实际去带它，每天去用它，然后下段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几个月之后的心得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我就回来分享一下我用了将近2个月之后的使用感想。那这边有2个不同的款式，传奇制造者这边我有2个不一样的颜色。我先把它拆下来好了。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传奇制造者这一条，如果你去店里面直接看它做给沛纳海的话，它的手表表带是会比较厚的，这个手表的表身比较小，重量也比沛纳海的手表轻，所以它特别把它改版为比较薄的版本。所以这一条传奇制造者我第一次戴起来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轻，然后戴起来它的皮质是很软的。戴了2个月之后，当然它的皮质感觉又更软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养色的部分。那我个人的话，我是比较偏油性肤质的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可能我有多少还是流点汗啊。这边可能有一点稍微去磨到我的牛仔裤或什么，那这边都会慢慢的养色。这一条你应该看得比较明显，跟先前比起来，它的颜色是比较深，然后又再更饱满、更黄了一点。我觉得真皮的表带，我就是喜欢这个部分。你慢慢用它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有个性，可以培养出自己的调性。可能因你穿的衣服不一样，那侧面的染色和养色的感觉都会不太相同。刚才讲过，我偏油性肤质的人啊，所以我可能在养色的话，其实算是蛮快的。那这个颜色本来就比较偏深，可是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，会有一些我个人使用的痕迹啊。穿很多蓝色的裤子，所以这边就会摩擦到，就大概看得出来。那整体的感想的话，我觉得这条就是一戴上去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表带。师傅去染就的方式还有提到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它的颜色出来的调性也不太一样，这个我就蛮喜欢的。那你其实在制作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跟他讲说，我大概喜欢旧一点，或是不要太旧，他就可以依你要的需求大概去染。OK， 那再来讲回来这一款先前其实就蛮多人敲碗，选的是黑色的，因为我想说配黑色的手表。然后这边我给你看到就是配黑色不锈钢，这个是 Series 2。这一款的养色当然就是因为这是黑色的皮嘛，然后这边又是布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。可是应该如果仔细看还是看得出来有深一点点啦，可能就是我的流汗还有就是潮湿去摩擦到。刚戴上去的时候它其实是偏硬的，它是就是没有那么，现在看起来其实比较柔软，可是它刚戴上去的时候是偏硬的，戴久之后其实也是会变比较软，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有点担心，就说怎么那么硬？戴了大概不到1个礼拜吧，其实它就慢慢的变软，因为这毕竟还是皮质的。那这款我就觉得蛮百搭的啦，就是其实我今天穿着正式一点，或是穿着休闲一点，牛仔裤或是短裤，我觉得戴这一款都还蛮配的。那2款味道的话，目前都还是皮味，还没有什么臭味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奈米银那个真的有发挥效用了。其实最近天气也是蛮热，可是还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在。OK， 那今天就大致上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去定做整个流程啊，还有整个2个月下来之后使用的感觉。现在父亲节也快到，如果你有想要定做一些东西送人送爸爸，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。像他们有一个完全给苹果手表的专区，那边有蛮多他们有配好的表带可以让你去看，所以我觉得亲自去看的话是还蛮建议的。那如果你人可能离台北比较远，或人不在台湾没有办法去看的话，那你也可以上网去订购，他们会寄到全世界。最后会再放一些其他表款的介绍，还有他们店里面其他的一些花絮啦。OK， 好，记得也去关注他们的产品，然后最后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影片咯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这样，拜。